我喜欢穿朴素的衣服，喜欢听朴素的歌曲，喜欢读朴素的诗句，如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河。亲戚或于悲，他人亦已歌。真理往往是最朴素不过的，这两联像大白话一样朴素的诗句，却道出了生与死、个体与世界之间千变万化的纠葛的真相。我喜欢朴素的朋友，有空来我简陋的小屋坐坐，喝一杯并不名贵的茶，用一个普通的玻璃怀。我喜欢朴素的女孩，从她的身上能嗅出自然的芬芳，感受到女性天赋的灵气。朴素是少女最好的打扮，因为少女正当好年华。我喜欢朴素的生活，朴素却并不粗陋，朴素却并不苍白的生活，带着几分诗意，几分满足，几分感激，迎接每一天的阳光雨露。不羡慕别人，也不夸耀自己，欣赏自己所欣赏的一切，离开自己所不喜欢的一切。这种朴素，岂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法国浪漫派大师夏多布里昂在他的杰作《阿达拉的蝎子》中，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壮观的密西西比河和两岸艳丽多彩的美洲原野风光。然而，他在下一部小说《勒内》的结尾却冷静而忧伤地写道：密西西比河在离发源地不远处只是一条河水清澈的小溪。有那么一天，他突然厌倦了这种状态，他向高山索要雪水，向激流索要大水，向暴风索要雨水。他终于跨过河岸，毁坏了身旁的树木。起先，高傲的小溪对其威力洋洋得意，但是当他发现留在他身后的是一片荒凉，他只能孤零零地独自向前流去，而且已经浑浊不清时，他为失去了大自然为他挖就的简陋河床，为失去了小鸟、鲜花、树木和其他小溪在他平静地流淌时的朴实同伴而懊悔莫及。密西西比河是如此，人生何尝不是如此？专一。时下，大学兴起，考证热，许多毕业生去求职时，往往带着一大叠证书，以证明自己有着多方面的才华，是复合型的人才。然而，考证热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受着各种花花绿绿的证书的诱惑，学生们逐渐把精力从专业课的学习上转移到考取各种证书上。我有一个朋友，整天奔波于各类辅导课课堂上，如剑桥商务英语辅导班、会计资格考试辅导班、法律辅修辅导班，最后证书倒是捞了一大叠，专业课却给荒废了。读完大学，才发现自己无一技之长，空对着一堆证书长叹息。诱惑的增加，机会的增加，选择的增加，使专一变得越来越困难。3天打鱼2天晒网只能用来形容农业社会里的人们，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的兴趣爱好、理想志向瞬息万变，不可捉摸。愚公移山成为被嘲笑的故事，愚公确实愚昧的可以，他就不知道搬家。铁捧磨成针也显得不可思议，老婆婆难道就不知道把铁棒拿去卖了，买一把针回来？现代人太聪明了，就连孩子也会提出这样一大串逆向思维的问题来，令父母无言以对。世界变化太快，我们还需要专一吗？专一是不是一种迂腐的态度呢？我想起心理学上有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雕塑家皮格马利翁塑造一尊女神的塑像，数十年如一日，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终于有一天，上天为他的专心虔诚所感动，塑像变成了风华绝代的真人，来到尘世做他的妻子。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它揭示了专一所蕴含的无穷能量，足以能惊天地、泣鬼神。同样，大画家米开朗基罗奉教皇之命为大教堂的天花板画油画，他站在脚手架上，弯着腰，仰着头，一笔一画，一点一滴。等到作品完成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背也驼了，发也白了，他的专一使他昔日健康的身体残疾了，但不朽的艺术精品却留了下来，令后人叹为观止。专一是创造力的源泉，三心二意的人到头来一事无成。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似乎是多才多艺的朋友惶恐地对我说，这几年的光阴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我猛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这位朋友谈过恋爱，做过生意，考过托福，当过兼职，每隔一段时间碰到他，他都在捣鼓什么新的行当。后来搞得样样懂点，样样都不精通。这时他意识到专一的重要性，可惜逝去的年华只能追忆了。而另一位学历史的朋友，
几年功夫硬是把一张冷板凳坐热了。他没有赶新潮，跟着身边的同学一窝蜂地辅修经济、法律之类的热门学科，而是一心一意地守着自己的专业，一厨一犁地踏实耕耘。只要自己喜欢的事，就应当专心致志地去做。这样，他一连发表几篇学术论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两位朋友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我对专一的认识又更上一层楼。任何成功都离不开专一。专一是一把舵，长好了这把舵，自然能沿江而下，一日千里。小时候读曾巩的《墨池记》，总觉得有点夸张，但听师长说，身边就有一个真正的墨池。我们中学的前身是南宋著名的鹤山书院，著名学者为了翁曾在此讲学，书院建在白鹤飞舞的山巅。了翁先生在书房后的池塘里洗墨，把一池清水变作了墨池。800年前的传说，仿佛发生在昨天。墨池的故事是老师给刚入中学的我们讲的第一堂课，这堂课留给我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只要专一地对待生活，奇迹会在山重水复之际豁然涌现。专一到了一定的境界，变成了痴。蒲松龄说过：“性痴则其志宁，故书痴者文必恭，亦痴者技必良。”《聊斋志异》中的人物多是有些痴性的，爱石的石清虚就深深地打动了我。谁会把石头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呢？这类人不屑于世俗的价值观念，而将兴趣爱好升华为某种超越性的关怀。这种专一将单调的人世点缀得丰富多彩，将无情的人世浇灌得繁花似锦。这种专一彻底过滤了人天生的卑微、鄙俗的一面，拓展了人类广阔的精神空间。专一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更是爱情魔力的所在。我读东汉乐府诗时，常被那首《上邪曲》感动得回首垂泪。那位深情的女子这样吟唱道：“我欲与君相思，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覆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他的爱情与天地共生共存，除非整个世界覆亡，他的爱将永无休止。我想，在这惊心动魄的诗句背后，是一颗被幸福溢满的心。不管他所思念的那个人是否以同样的态度思念他，他的专一和坚贞已然令他在爱情的想望中得到完全。能够专一地对待一个人，生命就不是虚度。我又想起了那么多美丽动人的女子，绿珠、红线、杜丽娘、李香君，她们有着相同的专一、相同的痛苦和相同的幸福。即使那是一场绝望的爱，那种专一所导致的凄楚的心情也是一种享受。爱情的目标也许并不在于某个人，而在于专一的爱情本身。沉湎于爱情的人，往往是爱上了爱情的本身，以及因为专一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温柔感受。上野曲中的感受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现代人的感受里，这种感受早已不复存在。我们更能审时度势，更能察言观色，在最适当的时候抽身而出，避免受到伤害，避免浪费精力。昨天坚持的东西，今天可以轻易的放弃；昨天放弃的东西，今天可能面不改色的捡回来。聪明的人们把生活当作利弊得失的计算，于是生命的核心便消亡了，只剩下一张空壳。我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专一，能不能把专一当作新的价值观得以建立的基石。我自己正在做这样的尝试。选自《铁屋中呐喊》，9种武器全文完。